大家好，我是田大爷，乌河有乡龙鹤村的地摊风水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职业见闻，以及讨论各类冷门罕见的问题，并用我的经验和思维来帮大家一起分析思考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关注。如果有问题可以留言给我，我将用我的玄学脑洞为大家不负责任的分析一番。今天有2个年轻人来我的地摊上问我问题。30多岁，一个体重90多公斤，一个体重80多公斤。他们说，五行的水为什么对应黑色？我说怎么只问水呢？然后他们说其他的自己能理解，但水这个颜色问过人查过资料，但结果都不满意，没办法了才来找我们这种摆地摊的，病急乱投医嘛。这个问题很刁钻，这2个年轻人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当然，他们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一般的江湖混子能轻易回答得了的。不过好歹我们摆地摊的，比起江湖混子还是要。在前几期风水的起源视频里，我们已经介绍过古人是怎么认识时空和构建原始时空模型的。在构建起原始的时空模型后，随着天文学、物候学、数学和哲学的同步发展，原始时空模型的信息也会越来越丰富，由最初东西南北中的2×2分4方5位模型变为9宫8方，再变为包含物候节气信息等越来越丰富的模型。等获取到足够丰富的信息时，哲学的重要指导作用在构建更为复杂的知识系统时就体现出来了。对于古人而言，构建一个信息丰富的时空模型，就是在构建一个建立在他们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并符合他们原始宇宙观的一个宇宙模型。这怎么是一个宇宙模型呢？你仔细看看，这个结构除了4方之外，还有上下。天之中对应地之中为上下，而东西南北为4方，合在一起就是上下4方。天与地上下相应，表示阴阳的内在联系。形而上的天象征着时间的变化，作为形而下的大地，在空间上展现出4方万物不同的丰富特征，并包容万物。这个结构对应的不就是阴阳五行吗？这不就是古人对宇宙的最早释义吗？上下4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建立这个模型的作用之一，就是预测和规划未来。预测未来听起来好像很玄，古人通过天体和日影的观测，计算出什么时候立春，什么时候焚田，什么时候播种，不就是一种预测和规划未来的方式吗？既然要模拟预测，就需要数据，但不可能把已知和未知的所有的事物信息都收集到，而且也不需要，因为人类天生就有着能够通过现象总结出规律的学习能力，就像用奇数表示阳，偶数表示阴一样。当古人在长期观察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融入了哲学思想后，方位就不仅只是对应时间了。通过观察和思辨，把本质属性相同的或者有内在联系的一类事物归为一个类，配应到一个方，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方类系统。再通过观察类和类之间的关系，来模拟事物的发展变化，进行判断和预测。这种做法就是《周易系辞传》里说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我再讲一遍，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学习易学和中医的朋友注意了呀，你可一定要牢牢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可能短短一下说完了，但是它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古人构建时空模型的哲学理念。你看我们的汉语词汇里，为什么要叫方法，叫配方？中医给人看病的时候，为什么叫开方，不叫开药？不好，我自己也忘了。等等啊，我去方便一下。嘿，大妈，大妈！谁是你大妈？瞧你这猴样，慌慌张张的是要干什么？不是，大妈，帮我个忙啊！是这样的，买卖又上门了啊！钱又来了！哼，就这么简单点事儿，你也好意思收钱？我说，不算老百姓的钱，你联系上能过得去吗？那还是人吗？好吧，开药和开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病是什么病？是少阳病、厥阴病，还是太阴病、太阳病？得按类来分，类不一样，方就不一样。平时我们的身体会自己顺着天地规律的这条大道走，但有时候会迷路，如果迷路以后回不去了，方向一乱，
身体的气候就乱了，就生病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医生给你开个正确的方，告诉你正确的道在哪个方向，引导你。注意，是引导你，不是扛着你回到那个正确的方位上。药是引导的作用，是驱动你自己回到正确的方位上的作用。而且我们的药可不是单指草药，除了汤剂、针灸、砭石、按敲、导引、注油，顺着方使用的这些手段都是药。人体是有神机的，回去靠的是自己。等回到正确的位置上，病就好了。好的，知道了。所以就是这样。你看，如果不通晓古代天文，不明白古代天文与人文的关系，你就看不懂《内经》里很多隐晦的东西，也想不明白那些名词和概念是哪来的，最后只能说是古人对自然规律认知水平低下，不懂科学道理，所以写些迷信的东西去附会。就这样的层次和态度，要想学好医学和中医，我说门儿都没有。古人把同一类的事物归到一个对应的方下，一个方下就包含了相应的时间、空间、颜色、物体、形状、情志等等。这个模型的构建有一个特点，就是空间决定时间，由方位来联系时间。因为时间是无法直接观察和捕捉的，古人只能通过观测天体的轨迹、日影的变化规律来精确时间，而这些能够观测到的都是空间方位的变化。所以对于空间地理方位上展现出来的特征，自然就成为了构建模型时首要考虑的因素。五行所主的颜色就是先民们以地中为中心，通过观察相应的四方地理土壤的颜色，配伍到其相应方位上的。所以以中原地中为中心，四方的土壤颜色就是五行所对应的颜色。地中区域的土壤是黄色，所以中央土主黄色，水对应的方位是北方，颜色主黑，气主冬至，状态是伏藏。越往北走，土壤颜色越黑，所以用黑色来代表北方，而北方的五行是水，因此水之五行所对应的颜色就是黑色。这就是先民对自然地理的朴素认知与哲学思想结合所以发展出来的方类模型。那么像北方、冬至、水和黑色这些东西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北方和冬至这就不用多讲了吧，二至二分就是在四方五位的模型上通过立表测影最早建立起来的。我们重点讲一讲水和黑色。水为什么配在象征冬至的北方呢？第一，先民们通过对自然界长期的观察和实践经验，很容易能认识和总结出生命的存续都离不开水，水孕育万物。第二，冬至是太阳回头的节点，也是鼓动万物的阳气生发的节点。既然万物都离不开水的滋润和阳气的鼓动，那它俩自然有理由放在一起了。既然北方象征万物生发的起点，那么数的起点也应该配于北方，所以数字1也对应于北方。因此先秦以前以冬至为一年的开始，以冬季为大季的礼制，正是遵循这种模式的体现。由哲学和数理意义的1搭配五行水，对应于北方冬至，以象征阳气生发的起点，是一年的开始。而象征太阳的10天干之首甲被配在东方，因为每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是一天的开始。古人利用这样的方位设计，巧妙地展现了地球自转和公转两种模式。现在我们再继续说一说黑色。黑色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是的，地理上的土壤颜色是古人配伍方色时的重要参考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周朝时期就特别推崇黑色，因为天色以玄苍，玄苍就是天的颜色。玄苍二字已经表达得十分贴切了，就是白天和夜晚展现出来的颜色。昼时为苍，夜时为玄。既然玄苍都是代表天的颜色，为什么推崇黑色？上古社会的统治者既是天子，也是巫长。天文学和王权政治、宗教信仰这三者是相互捆绑的。观象授时是王权统治的保障，原始信仰也来自于天文现象的认知。前几期讲过，天地居于天之中央，天之中央就是众星围绕的天北极。先民们认为所有的星宿都是围绕着极星在旋转，太阳也是如此。因此极星就是地星，就是天地的象征。所以在称上帝的时候，说的是玄天上帝、玄穹上帝，而不说苍天上帝。但在民间老百姓哭喊的时候，喊的又是苍天。苍天，
怎么能这么对我？その文句は俺に言え。而不喊玄天，因为苍天是白昼，有日有光明，但是白天看不到地星，到了晚上天色已玄之时，才能看到地星统领着群星出现。所以与天地相配的夜空黑色才是天之正色。而居住于天极之中的天地，先民也称他为天神太一、大一、太一、帝俊，其实说的都是他。先秦竹书《太一生水》的创世故事中就体现了这种宇宙观。所以这种选色与原始信仰是有密切联系的。但这些安排和选择无一不是源自于古人对于自然的观测和朴素认知。这些朴素的认知通过哲学的思辨，共同构建了能够推演抽象事物变化的宇宙模型。怎么样啊，孩子们？五行水为什么是黑色，配在北方？你们听明白了吗？得了得了，管你听没听明白，赶紧给钱吧。你说的是他们吗？倒在那儿睡着已经有半晌了。什么？睡着了？这尼玛！要叫醒吗？哎，算了算了，反正他们醒着和睡着了也没什么区别。比起醒来，他们更愿意睡着。这样好吗？总是这样的话，你这任务可是遥遥无期了哦。哈哈，彼此啊！你都见蓬莱水散为苍田了，不也还在这里吗？说我吗？那海淘，每次节子的时候，你不也吃的挺开心的吗？这一次未来的运数究竟如何？让我们再看看吧。我劝这位年轻人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小聪明啊！谢谢朋友们。